顾延生他房那天，全网都在嘲笑我这个跟他签了死契的小助理，赌我看他楼塌了还得陪着跳楼。彼时，他满身酒气的瘫坐在廉价出租屋的烂沙发里，眼神空洞的看着我说：“解约书签好了，违约金不用你赔，滚吧。”我盯着他看了3秒，开口：“别急着赶人，你这身材这嗓子，怎么也能养活我。”他扯了扯嘴角，颓然道：“你想的挺美。”其实我比他还惨，因为我是被剧情绑定的 NPC， 设定是顾延生的头号黑粉兼贴身助理。我绑定了系统，命运跟顾延生绑死。他没钱，我就得喝西北风。他那对家新晋顶流和绿茶前女友早就把他家搬空了，连我藏在饼干盒里的私房钱都没放过。就在我俩大眼瞪小眼准备饿死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恶毒助理系统已上线，宿主只要羞辱践踏男主自尊即可变现。当前新手任务，把外卖泼他脸上，骂他废物，奖励5万元。我垂死病中惊坐起，死死盯着颓废的顾延生。老板，系统显灵了，他让我折磨你，咱俩就有饭吃了。是的，我知道自己是一本娱乐圈爽文里的炮灰女配，也是因为没钱追星才来当助理的黑粉头子。而那个踩着顾延生上位的流量小生就是男主。不仅资本捧他，他还是顾延生同父异母的弟弟。我觉醒后，除了当顾延生的受气包，不能跳槽，不能赚圈外的钱，甚至连捡废品卖钱都被限制。一切只等着顾延生彻底凉透，由我来背刺他，曝光他黑料，刺激他绝地反击，最后不仅重回巅峰，还要和女主顶峰相见。而我则会被狂热粉丝网暴致死，以此祭奠他们绝美的爱情。系统画过饼，只要走完剧情，我就能拿着100亿退休金回老家养老。终于熬到了这一天。顾延生听完我的风言风语，眼皮都没抬。想钱想疯了。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顾老师，拼演技的时候到了，配合一下嘛。我心里门清，自己这个恶毒女配虽然人设烂，但顾延生这几年对我没话说，哪怕我是个黑粉，他也只当我是年纪小不懂事，无所谓。系统说了，只要剧情走完，我就能死遁，带钱跑路。所以这些年，我兢兢业业的在他身边潜伏，收集他的黑料，就等现在。顾延生伸手揉了揉眉心，苦笑：“你说的对，我是不能就这么废了，还得给你发工资。”他忍着被狗仔围堵时扭伤的脚痛，撑着沙发扶手要站起来。我按住他的肩膀：“顾延生，我不开玩笑，我真绑定了那个系统，你能不能稍微牺牲一下色相？咱们薅秃系统的羊毛，就能给你做公关洗白了。”顾延生曾经是神坛上的人，演技封神，拿奖拿到手软。若不是被亲爹和继母联手做局，在这个资本为王的圈子里，他也不会摔得这么惨。他资助过无数贫困生，私下里干净的像张白纸。所以当系统激活时，我就打定主意不来真的，我要坦白从宽，让他跟我演双簧。反正系统只检测动作和台词，又不检测真心。他一瘸一拐地往门口走，想去买包烟，我赶紧跟上去。顾延生，你非逼我动粗是吧？我话音未落，楼道里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哒哒声。哟，这不是我们的顾大影帝吗？怎么住这种狗窝啊？他的前女友苏瑶捏着鼻子站在门口，身后跟着现在的顶流陆明，还有几个扛着摄像机的狗仔。我赶紧挡在顾延生身前。苏瑶看着顾延生胡子拉碴的样子，眼里全是嘲讽。延生，你也太不体面了。我按了按太阳穴，对，按照剧情男女主相爱相杀，最后还要强行洗白，剧情就是这么狗血。原著里这俩男人一个比一个傲，男主陆明就像个斗鸡，偏偏爱在顾延生面前找存在感。苏小姐，你看他都糊成锅底了，要不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苏瑶恶狠狠地瞪我。主子说话，哪有你这种下人插嘴的份儿？他话刚说完，我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在他脸上。我操！系统你接管我也打个招呼啊！我这么怂的人怎么敢打当红小花？看着他瞬间红肿的脸，我慌忙找步。苏小姐，我说我的手有自己的想法，你信吗？顾延生看着我，眼底居然闪过一丝笑意，仿佛在说，这丫头终于疯了，我得努力搬砖送她去精神病院。苏瑶捂着脸尖叫：“陆明，你看人不够打我！”停！我打断他：“苏小姐，注意素质，咱们现在是路人，我也不是你剧组的场记。好了，你继续废，注意分贝哈。”顾延生轻轻拽了拽我的袖子：“没事，有我在，大不了我去横店跑龙套养你。”我点点头。其实去鬼屋扮鬼更赚钱，不需要演技还能吓人。言之有理，受教了。他看了看阴暗的楼道，这环境确实适合练胆。还是你有眼光。陆明脸黑成了锅底。林眠，你看看你跟了个什么废物！这位顶流，你哪位？
太平洋警察管这么宽？我保持职业假笑。陆明咬牙切齿：“我是星际影帝！”不，你是水帝。离开修音师那天，你连破锣嗓子都不如，所以你别来沾边。苏瑶气得发抖。林冕，从今天起，你被全行业封杀了，以后别想在娱乐圈混。您这是癞蛤蟆插鸡毛，装大尾巴狼呢？我嗤笑。您又算哪根葱？他们身后的狗仔想往前冲，我直接从包里掏出一个防狼喷雾。不怕瞎的就上来！众人吓得连连后退，生怕我手里拿的是硫酸。好，林冕，你就陪着顾延生烂在泥里吧。林冕，以后别说是我们公司的。林冕，顾延生这辈子都翻不了身，等着饿死吧。他们退到了安全距离，连保镖都缩了回去。我咔嚓按了一下喷雾，喷出一股水雾。切，补水喷雾而已，看把你们吓的。那群人脸色一阵青白交加。顾延生靠着墙低声说：“以后我给你买真的防晒。”我拍拍他的肩：“犯法的事咱们干，就算你是国企影帝也不行。”林冕，苏瑶气急败坏：“你们几个去把他手机抢过来！”保镖们面面相觑。苏小姐，抢劫是重罪，这不在合同范围内。苏瑶更疯了：“我加钱！”那更不行了，我们是正规安保公司，有职业操守的，这钱烫手。我摇摇头。都26年了，法治社会懂不懂？真以为有点流量就能无法无天了？顾老师，我们换个地方继续刚才的研讨，别理这群事情。顾延生点点头，是该找个清静点的桥洞。不，廉租房，这儿狗仔太多，空气不好。大哥，一直没说话的陆明忽然开口，那张阴柔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弟弟给你留了最后一点体面，大哥可要接住了。我看向他，原著里他对顾延生极度的发狂。处处模仿，还要处处打压。后来我为了钱把顾延生的行踪卖给他，结果他反手就把我卖给了营销号。再后来他发现自己永远成不了顾延生，就拿着顾家的家产挥霍无度，最后居然抑郁了。说真的，我怀疑作者脑子有坑，凭什么我这个恶毒女配要惨死街头，而恶毒男配却能拿着我的退休金抑郁？都有钱了还抑郁个鬼啊！陆明看着顾延生那副依旧云淡风轻的样子，眼底满是恨意。他朝苏瑶伸出手，语气傲慢：“瑶瑶，走了。等我们官宣的时候，记得给大哥发请柬。”苏瑶死死盯着顾延生，等着看他崩溃、求饶、发疯。可惜顾延生连个眼神都没给他，他脸上依然是那种该死的从容，仿佛眼前这群人只是跳梁小丑。陆明突然把目光转向我，我也看向他，怎么反派要搞团建了？林冕，陆明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有没有兴趣跳槽来我这儿？我可以给你双倍工资，捧你做金牌经纪人。顾延生的脸色终于变了，他侧身挡在我面前，目光沉得像冰。我冷笑一声：“谁稀罕你的臭钱？我只要我家哥哥的盛世美颜。”说着我就死死抱住顾延生的胳膊，心里却在流血泪。这破设定，除了通过折磨顾延生赚系统的钱，别人给的钱我只要一拿，立马就会倒霉，不是丢手机就是摔断腿，那钱最后全得进医院。谁敢要啊？顾延生紧绷的脊背肉眼可见的放松下来，他反手握住我的手腕，声音有些哑：“走了。”苏瑶听见陆明的话，又看到顾延生护犊子的样，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指着我尖叫：“林冕，你当初不就是图顾延生名气大吗？你是他的黑粉，现在他糊了，你迟早会背叛他，装什么深情？”还是他懂我，毕竟我微博小号 ID 就叫顾延生今天退圈了嘛。但我面上丝毫不露怯，反而眼眶一红。苏小姐怎么能凭空误人清白？我对顾老师是真爱，这辈子我都死磕他，就算去天桥底下邪魔，我也给他地魔。他贴，我负责收钱。顾延生握着我的手紧了紧，他看向我的眼神很复杂，好像在说，原来这黑粉爱得这么深沉。不再理会身后那些噪音，我们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出了那栋老旧的居民楼。苏瑶气得跺脚，忽然扭头冲陆明吼：“你不是说只爱我吗？为什么还要挖那个女人？”陆明弹了弹高定西装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语气轻慢：“我突然觉得，抢走顾延生身边最后一条狗，才算真的赢。他在乎谁，我就毁了谁。”他瞥了苏瑶一眼，似笑非笑：“我还以为他在乎的是你呢。”苏瑶脸色瞬间煞白，又一点点涨红。
几个狗仔连忙围上来拍马屁。苏老师，那种疯女人哪能跟您比？那两人迟早饿死。就是，现在全网都在抵制顾延深，他连龙套都接不到。那种娇生惯养的影帝，真能去工地搬砖？林棉那丫头很快会来求饶了，为了钱，她什么干不出来。穷日子她是过不下去的。苏瑶靠在陆明怀里，声音委屈：“阿明，如果那个女人真的背叛了延生，你别收留她，太恶心了。”陆明敷衍地拍了拍他的背：“好，好，她要是敢来求我，我就让她去扫厕所，绝不让她出现在你面前。”苏瑶在他怀里勾起嘴角：“等林棉受不了苦跑了，顾延生就彻底是一个人了。我一定要把顾延生踩在脚下。他怎能在坠落泥潭后还能保持那份清高？我不信。”我和顾延生没走出多远，天就开始下雨。他那只受过伤的脚沾了水，疼得脸色惨白。我俩在路边的公交站台躲雨。我看着他脚踝肿的老高，想买贴膏药，一摸都比脸都干净。还好我平时有副业。我嘟囔了一句。顾延生看向我，眼里掠过一丝惊讶，没想到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我还能有路子。然后他就看着我掏出那个碎屏手机，熟练地打开闲鱼，开始联系以前的买家。亲，上次那个顾延生喝过的矿泉水瓶子还要吗？对方回得飞快：滚，骗子！顾延生都塌房了，谁还要他的垃圾？我立刻换了一家。集美，顾延生同款签名照还要吗？跳楼价？不要，晦气。顾延生默默看着我被拉黑了5、6次，最后终于把包里的一张超市购物卡9折出掉了，换了80块钱。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这就是你说的副业？对啊。我理直气壮。顾延生扔掉的每一个瓶子我都分类回收了，本来打算等他更火的时候卖给私生饭，谁知道他塌得这么快。跑到旁边的药店买了红花油，又去买了2个饭团，剩下的钱紧紧攥在手里。顾延生接过饭团咬了一口，视线落在我沾着雨水的头发上。我拧开红花油，蹲下身，把裤腿挽起来，一股刺鼻的味道散开。我手劲大，一巴掌呼在他脚踝上。顾延生闷哼一声：“轻点儿。”他倒吸凉气：“矫情。”我吐槽着，忽然脑海里那该死的系统又响了。我赶紧抱住他的小腿晃了晃：“顾老师，求你了，就让我泼一次，骂2句吧。系统说了，只要泼你1脸水，再骂你是过气胡咖，给5万块呢。”我这辈子大概就指着顾延生这张脸和系统给的窝囊废活着了。顾延生低头看着我，眼神无奈：“你确定只要泼水？”我急切的点头：“不用真泼脏水，就矿泉水就行。你演的痛苦一点，愤怒一点，谢谢。这条过了，我分你一半。”顾延生抿了抿唇：“行吧。”我深吸一口气，把水泼了过去。当然，我手抖了一下，只有几滴溅到了脸上。顾延生，你这个废物！我叉着腰，声音提到8度：“你现在就是个过气胡咖，连狗都不如。跟着你，我只能喝西北风。”系统没反应，我心一慌，难道不够狠？把空瓶子往地上一摔：“你能给我什么？让我跟你一起住地下室？你现在鬼都嫌弃！”顾延生眸光瞬间暗淡下去，雨水顺着他的下颌线滑落，整个人透着一种破碎的美感，脸上浮现出那种被至亲之人被刺的绝望。叮，任务完成，悦耳的提示音响起，我激动的差点跳起来，赶紧把他扶住。顾延生，你这演技绝了，奥斯卡欠你个小金人。顾延生收起那副死样子，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擦了擦脸。你看，你看，5万块秒到账。顾延生瞥了一眼，微微一怔，那数字真实的刺眼，而且这笔钱来源显示是海外汇款，查都查不到。这也就是他从前一件衬衫的钱，但现在他两眼放光，真的有。童叟无欺，只要你落魄这阵子，我负责当恶人，他就负责打钱。叮，新任务发布，在地铁上大声说顾延生那方面不行，奖励10万元。我看着新任务，笑容僵在脸上。筒子，你是不是有病？没人的时候玩情趣啊，不，演戏就算了。真要当着晚高峰地铁那么多人的面造谣他不行，以后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可以拒绝吗？可以，扣除现有资金5万元。那我晚点再拒绝你。辛辛苦苦演半天，一夜回到解放前，但这任务太损阴德了。看着我脸色变幻莫测，顾延生皱眉：“又怎么了？”我忍痛拒绝了任务，感觉心在滴血。没事儿，系统想让你社死，我给驳回了。顾延生看着我肉疼的表情，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谢了。”
他声音很低。林冕，如果有一天你也觉得跟着我没希望了，停！我打断他，别在那儿 emo， 我有钱了，走，带你去住好的。原剧情里，他因为今晚住桥洞发高烧，嗓子烧坏了，彻底断送了当歌手的后路。现在我有5万块，必须把他这嗓子保住。去哪儿？去开房。我豪气干云的挥手，今晚姐包了你。顾延生身体一僵，耳根居然有点红。路过的行人用看变态的眼神看着我们，我才不管，拽着他就往附近的快捷酒店走。进门拍出身份证，老板，要一间标间。为了省钱，我在心里默念，他的腿还得治，以后还得做公关，5万块其实根本不经花。经过一番折腾，医生说只是软组织挫伤外加发烧，给开了点药，但他这身份去正规医院容易引起骚乱，我只能带他回那家快捷酒店。他躺在泛黄的床单上，我蹲在墙角插座那儿给手机充电，顺便点了份拼好饭。顾延生没闭眼，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眼底烧得有点红。吃完那份9块9的盒饭，我看了一眼窗外。今晚你就睡这儿，我去前台再开一间，给你找个跑腿的，送点退烧贴。你有事就发微信。他立马就要掀被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赶紧按住他。顾延生，医生说你这脚再动就废了，以后想当瘸子影帝啊？他却跟听不懂人话似的，死活要下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哥们儿，你是不是烧傻了？我尴尬地扯了扯嘴角。大姐，你可能不知道，你嘴里的腱子肉现在正虚得像个林黛玉。我赶紧安抚顾延生。我不跑，我今晚就在这守着你，行了吧？顾延生这才消停，但他那少爷脾气，我扶额。行行行，我睡另一头。靠，放着大床房不住，非得挤标间，他有病，我可是正常黑粉。他又开始作妖，非要坐椅子上。我坐着，你睡床。顾老师，一会儿要是晕过去了，我是给你做人工呼吸还是给你掐人中啊？算了，今天跟狗仔斗智斗勇确实累，那你坐会儿。我实在扛不住，和衣躺在床上，打算眯一小会儿，谁知道一沾枕头就断片了。再醒来是被敲门声吵醒的。保洁阿姨站在门口，一脸狐疑地看着屋内。顾延生靠在墙边，脸色潮红，显然烧得更高了。而我霸占了唯一的床。小姑娘，这帅哥都烧成这样了，你怎么让人家坐冷板凳啊？阿姨手里拿着拖把，一脸谴责。我揉了揉眼睛，看到顾延生那副惨样，心里咯噔一下，我赶紧跳下床去扶他。顾老师，你还活着吗？阿姨看着顾延生那张脸，大概是觉得眼熟，但又不敢认。这小伙子长得挺像那个刚塌房的明星。哎呦，作孽哦！长这么好看也会被封杀。顾延生眼神阴鸷。阿姨，我们要休息了。现在的年轻人玩得真花。阿姨摇摇头，指了指顾延生的脚。再这么折腾，这腿好不了了。我赶紧赔笑脸。对不起，阿姨，我男朋友脑子烧坏了，您别介意。男朋友都这样了，还不送医院？送走阿姨，我打了个哈欠，看着又要挣扎着站起来的顾延生。祖宗，你好好躺着吧，不然以后去工地搬砖都没人要。他闻言抿了抿唇，终于乖乖躺下了。我看着他这副顺毛驴的样子，则可惜了，这么极品的颜值，以后只能便宜苏瑶那个白莲花了。快捷酒店的单人床本来就窄，他侧着身，几乎贴在墙上。上来。他拍了拍身侧空出来的位置。叮，系统下达新任务，请在被窝里对顾延生进行言语羞辱。一边聊他一边说：“你现在除了这张脸一无是处，连陆明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奖励20万元。”我靠，20万！这破系统是懂怎么在雷区蹦迪的，但这可是20万啊！之前当助理1个月才8000，还得被粉丝骂全家，现在动动嘴皮子就能赚一套首付。筒子，这台词是不是有点太伤自尊了？所以是20万呀，亲。我严重怀疑这系统的开发者是顾延生的究极黑粉。想着这几天要请律师公关，还要买营销号洗白，哪都要钱。看着顾延生烧得起皮的嘴唇，想起这几年他虽然嘴毒，但从未亏待过我的工资，我心一横。顾延生伸手捞住我，把他滚烫的脸埋在我颈窝里，声音沙哑：“别乱动。”我伸手环住他精瘦的腰，手指不安分地在他腹肌上打转。哥哥，系统又发癫了。顾延生想起下午那场泼水戏，身体僵了一下，眼神警惕。这次又要干什么？这次不泼水了。我用鼻尖蹭了蹭他的下巴，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他让我撩拨你，然后说你不行，说你是个废物，还说你不如陆明。他抱着我的手猛地收紧，
差点把我肋骨勒断。系统说的，还是你想说的？我赶紧求生欲拉满。我当然知道顾老师有多厉害，那晚，我是说演技。他盯着我，眸色沉沉。林冕，这种脏钱咱不挣。他骄傲惯了，听不得这种拉踩。这钱哪里脏了？这是咱们凭本事赚的精神损失费，非常干净。我在他胸口画圈圈，声音软的能掐出水。拜托你了，顾老师，你也知道咱们现在多缺钱，律师费还差一大截呢。求求你了，我想带你去最好的私立医院看脚，不想让你留后遗症。我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哭腔。其实也不全是演的，我是真怕他这腿废了，以后我就算回去了，他在书里也是个瘸子。他喉结滚动，死死盯着我，最后像是败下阵来，咬牙切齿道：好演。我立马收起苦瓜脸，笑得像朵花。顾老师敬业。我深吸一口气，伸手探进他的 T 恤下摆，指尖划过他紧绷的腹肌。Action！ 我贴着他的耳朵，吐气如兰，说出的话却恶毒至极。顾延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身体垮了，名声臭了，连最基本的体能恐怕也废了吧？我感觉到他浑身肌肉瞬间紧绷。你看看你现在这样，拿什么跟陆明比？人家现在是顶流，是资本的宠儿，你呢？你就是个没人要的过期烂货。是的，陆明已经成了我们 play 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顾延生盯着我，眼底像是着了火，又像是压抑着极大的怒意。任务完成，20万奖励已送达。听到系统的天籁之音，我激动的差点把手机掏出来亲一口，完全忽略了眼前这个处于爆发边缘的男人。看到余额里那串数字，我真心实意的笑了，哈哈，爽！这辈子终于体验了一把这种羞辱人的快感。还没等我高兴完，下巴突然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捏住，我一扭头，嘴就被狠狠堵住了。这是一个带着惩罚性质的吻，充满了侵略性，像是要把我拆吃入腹。我赶紧推他。顾延生，你的脚……顾延生翻身将我压在身下，避开了受伤的腿，眼神危险的吓人。需要人家的时候叫哥哥，不需要的时候就叫顾延生。我赶紧给这头炸毛的狮子顺毛。人家是心疼你吗？良久，他惩罚性的捏了捏我的后颈，闷声道：以后不许再提陆明。我痛得缩了一下。知道了，他不配。病房里的空气有点燥热，我也不敢动，毕竟这是快捷酒店，隔音真的太差了。因为要处理伤口，我们在酒店窝了1周，我每天都会去附近的网吧发帖控评，顺便买点水军搅浑水，然后回来投喂顾延生。刚退房走到门口，冤家路窄，又碰上了陆明和苏瑶。苏瑶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化验单，脸色惨白如纸。陆明也是一脸阴沉，像是谁欠了他800万。看到我们，苏瑶下意识把单子往身后藏。延生，苏瑶眼圈瞬间红了，那演技不愧是事后。你最近还好吗？顾延生冷冷看着他。结果我没忍住，噗的笑出了声。叮，新任务发布，此刻冲过去抱住陆明的大腿，对他说你愿意弃暗投明，说你早就受够了顾延生这个窝囊废，让顾延生道心破碎，奖励100万元。我看着那个100万，倒吸一口凉气。100万啊！但是我看了一眼顾延生挺直的脊背，这人虽然落魄了，但傲骨还在。要是真当着他对家的面这么践踏他，估计这梁子就结死了。而且我也不想去抱陆明那条大腿嫌脏。我拒绝。好的亲，扣除好感度积分。哦，您没有积分，那没事了。这时一阵风吹过，苏瑶手里的单子没拿稳，飘到了我脚边。我看了一眼 ，HCG 阳性，孕周6周。我靠，女主怀孕了！我赶紧松开扶着顾延生的手，心里盘算着这剧情是不是要快进到大结局了。破镜重圆带球跑，顾延生感觉到我松手，脸色瞬间黑了。你想跑？不是，她怀孕了。顾老师，这不会是你的吧？顾延生扫了一眼那张纸，嫌恶的退后2步。别碰瓷，我有洁癖。我俩这反应直接把苏瑶整不会了。他原本准备好的孩子是你的，你必须负责的台词卡在喉咙里。我看着顾延生那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惊讶道：真不是你的？剧情啊，不，你们以前不是那啥过吗？林冕，顾延生咬牙，我说过，我没碰过她，从来没有。搞没搞错？那是你官配女主啊！难道这书是清水文？系统，这剧情是不是崩了？男主还是处男？
宿主，我只负责发任务，不管人设呢。苏瑶咬着嘴唇，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看着顾延生。这孩子确实不是你的，是陆明的。那一夜我喝醉了，把他当成了你。不是，替身文学还能这么反向操作？合着顾延生才是那个白月光，陆明是替身。陆明脸色铁青，一把将苏瑶拉到身后，恶狠狠地盯着顾延生。你拥有的一切我都要抢过来，包括苏瑶。现在她怀了我的孩子，你彻底输了。他原本还想利用林冕打击顾延生，但此刻看到那张化验单，他只想宣誓主权。不是，搞什么飞机啊？你们不按套路出牌，我怎么走剧情？我怎么死盾？那110的退休金还要不要啦？难道你要因为一个孩子害我损失100亿？我大吼一声：不行，你不能跟他结婚！3个人同时看向我，像看个神经病。我深吸一口气，顾不上了，为了退休金拼了。我露出一个标准的狗腿笑容。那个陆老师啊，不是我说你，眼看你就能彻底搞垮顾氏娱乐，那可是几百亿的盘子啊！你怎么能为了儿女情长放弃事业呢？这样，咱们合作一把。100亿呀！我的100亿，有了这笔钱，我直接收购经纪公司，把顾延生签下来给我当摇钱树。以后我想让他演太监，他就得演太监。陆老师，你听我一句劝，只要你肯出钱，我有顾延生的独家猛料，咱们里应外合，搞垮他指日可待。事成之后，你给我1个亿，不，5000万就行。林冕，顾延生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力道大的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你就这么缺钱？不是，这是战术，战术懂不懂？我一边给他使眼色，一边冲陆明喊：陆老师，考虑一下啊，姐手里有大瓜，绝对保熟。陆明看着我像看个疯子。顾延生，你身边养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想钱想疯了！他嫌弃的拉着苏瑶。苏瑶，既然怀了，那就去领证。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顾延生的女人最后嫁给了我。苏瑶突然尖叫：“你个私生子，根本配不上我！我要打掉！”他一把推开陆明，钻进路边的保姆车，扬长而去。陆明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追了上去。我看傻了，这剧情怎么比狗血剧还狗血？我转头看向顾延生，发现他正阴恻恻的盯着我。独家猛料，里应外合。林冕，你挺有生意头脑啊。我干笑2声。那什么，职业习惯，职业习惯。我在快捷酒店那张硬板床上腰酸背痛的醒来时，还没意识到世界变了。当我习惯性的打开微博，准备去广场上跟黑粉对喷时，看到热搜第一居然是顾延生王者归来。再往下看，陆明苏瑶奉子成婚，顾氏娱乐股价暴涨。这剧情到底是从哪一集开始魔改的？系统不是还在那儿装死吗？不会是因为我拒绝了太多缺德任务，他直接给我把难度降级了吧？浴室门开了，顾延生裹着浴袍走了出来，不再是前几天那个胡子拉碴的颓废样。他刮了胡子，头发湿漉漉的向后梳，露出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眼神清明，浑身上下散发着老子很有钱的气息。看着我一脸呆滞，他眯了眯眼。看到陆明要结婚了，你不高兴？我翻了个身，像条咸鱼一样瘫在床上。也不是，以前有一份真正的100亿提收金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了我才后悔。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系统说，我做什么缺达任务我都做。我把脸埋进枕头里，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算了，现在手头这20多万，回老家县城也能付个首付。等顾延生复出多接几个烂片，我也能跟着混口饭吃。就这样吧，打工人哪有不疯的，硬撑罢了。顾延生擦着头发的手顿了顿，想起了我之前念叨的那个系统化的大饼。100亿吗？我也能给你。他在床边坐下，床垫陷下去一块。3天后，我给你100亿。我翻了个白眼。抢运超车犯法，顾老师。他伸手拨开我额前的碎发，指尖微凉。没事，为了你，我可以去卖身。我好感动啊！我敷衍地抱着他的腰，心里却在流泪。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他这所谓的100亿，估计是那种冥币吧，或者是游戏币。他顺势钻进被子，带着一身水汽抱住我。现在先给你点别的，
我就知道他在开车。跟顾延生在狭窄的单人床上腻歪了一会儿，那个消失许久的系统突然诈尸了。丁，检测到宿主情绪低落，发布解压任务，把顾延生绑起来，尽情蹂躏他，让他哭出来。任务成功，奖励500万元。我看到那个500万，垂死病中惊坐起。顾延生正拿着手机看经纪人发来的复出通告，听到我的狂笑，手一抖，手机差点砸脸上。终于轮到我翻身做主人了。我阴恻恻地盯着他，眼神像个要去吃人的女妖精。顾延生，过来。顾延生挑眉，视线在我身上扫了一圈。又打什么坏主意了？系统又发布任务了，这次可是个大活。我从包里翻出之前为了防身买的几根扎带，别问我为什么随身带这个，问就是黑粉的自我修养。怎么说？顾影定敢不敢接戏？他微微挑眉，放下手机走了过来。剧本是什么？你过去坐好嘛。顾延生闻言也没反抗，配合的在单人椅子上坐下。我拿着几根防身的粗布条，把他2只手腕象征性的缠在了椅子的扶手上。他无奈的靠着椅背，心想终于可以歇会儿了。这几天由着这小祖宗折腾也是挺累的，任务过程很艰辛，主要是顾延生这人气场太强，哪怕被困在椅子上，那种压迫感也让我心里打鼓。但最后他确实眼眶红了，虽然我严重怀疑是他刚才打哈欠憋的，或者是我刚才不小心踩到他脚背疼的。总之在他眼角滑落一滴生理性泪水的时候，系统提示任务完成，我立马像个渣女一样抽身而退，跳到一旁拿手机。500万到账了！我看着头发凌乱，手还被布条缠着的顾延生，豪气顿生。顾延生，这回我有钱了，我给你投资拍电影，咱不求人。顾延生手腕轻轻一正，那根其实没绑紧的布条就开了。他慢条斯理地整理好衣服领口，把我捞进怀里。不用你的钱，我的江山从来就没丢过。我一脸懵逼，他亲了亲我的脸颊，眼神深邃。饿了吧？带你去吃饭。哦，我摸了摸肚子，确实饿了。3天后，顾延生带着我回到了他位于半山腰的那栋私密性极好的豪宅。大门一开，我差点被闪瞎了眼。不是我想象中的金碧辉煌，而是满地的现金，红彤彤的钞票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整个客厅，甚至延伸到了楼梯上。100亿没有，这一屋子现金是你这些年给我省下来的公关费。我愣在门口，脚都抬不起来。他看着我，怎么了？不喜欢？我冲过去给了他胸口一拳。靠！现在谁还用现金啊？这一屋子钱得多少细菌啊？而且存银行还有利息呢。你知不知道大额存款利率现在是多少？你这个败家子！我趴在地上，抓起一把钱闻了闻。虽然有细菌，但这油墨味真香。赶紧找点钞机来！不对，直接叫运钞车！存死期，必须存死期！有时候真的不是很懂自家黑粉的脑回路，明明那么爱钱，为了几块钱优惠券能跟客服掰扯半天，却又在他身败名裂的时候，拿着那是80块钱的购物卡养他。其实他知道，那个系统肯定发布过更恶毒的任务，比如让他彻底身败名裂，或者出卖公司的机密，但他只挑这种不痛不痒，甚至带点情趣的任务做。他心里有他，他比钱重要。顾延生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正在地上疯狂捡钱的我。宝宝，是我重要还是钱重要啊？这不废话！他嘴角微扬，他就知道这女人嘴硬心软。我咬了一口手里的一沓钞票，确定是真钞。当然是钱重要了，没钱你拿什么养我？拿你的颜值吗？颜值能当饭吃吗？好吧，你的颜值确实能当饭吃。反正我也不知道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高端商战，只知道我确实暴富了。而顾氏娱乐不仅没倒，反而把陆明背后的资本吞并了。我看了一下财经新闻，大概意思是顾延生早就察觉公司内部有内鬼，联合警方和监管部门做了一个局。所谓的塌房、私生活混乱、全是烟雾弹，就是为了让那些牛鬼蛇神露出马脚。陆明和苏瑶这俩跳梁小丑，以为自己赢了，结果跳得越高摔得越惨。陆明因为涉嫌洗钱和税务问题被带走调查，苏瑶也因为代言违约背上了巨额债务。至于顾延生那条断腿，也是特效妆加上演戏，就为了卖惨让我心软。甚至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发现前几天我在公园泼他水骂他废物的视频被路人发到了网上，全网疯传。本来以为会被网暴，结果点开评论区，画风清奇。我操，这是什么新型 play？ 顾影帝那个眼神，他好爱他。求高清无码资源，想看后续。
你们品，你们细品，顾延生那表情是痛苦吗？那明明是享受。这就是传说中的受气包属性大爆发。只有我觉得那个小姐姐骂人的样子很带感吗？那腿，那腰，顾延生，你小子吃的真好。求顾延生和那个黑粉助理的文，我有笔给我写。我有一个朋友想知道他们在快捷酒店那一周到底干了什么。果然，互联网是一片瓜田，只要颜值到位，三观跟着五官跑，没有正义路人，没有道德审判，全是求资源的色批。陆明和苏瑶那边倒是真演了一出追妻火葬场的烂俗剧码。听说苏瑶想打胎，陆明不让，两人在医院门口撕扯被拍，热搜挂了3天。我对这俩原著男女主本来就没啥感情，现在看他们狗咬狗，心里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不管是被剧情操控的提线木偶，还是本性如此，都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只想做一条快乐的米虫。顾延生去公司开会了，我瘫在豪宅的真皮沙发上刷剧，旁边放着切好的水果。咱的钱，咱的别墅，咱的退休金都有了，都有了。我看着手机余额里那一串零，感动得热泪盈眶。顾延生推门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我对着手机屏幕傻笑流口水。这也能哭？小财迷。他走过来把我抱起来放在腿上。最近你那个恶毒助理系统还有没有动静？我摇摇头，舒舒服服地靠在他怀里。没动静了，估计是看我完成了终极任务，死机了吧？也有可能是因为顾延生的气场太强，直接把系统吓跑了。他把头埋在我颈窝里，声音闷闷的。如果他还出现，让你离开我，或者让你做什么危险的事。我看了他一眼，伸手摸了摸他高挺的鼻梁。放心吧，他要是敢让我走，我就把他举报了。放着这么帅又有钱的老板不要，我去哪儿找下家？苏瑶和陆明最后还是锁死在了一起，因为孩子月份大了打不掉，两人只能在全网的嘲讽声中办了婚礼。我发现这已经是全新的一本书了，原来的剧情早就崩到了西伯利亚，懒得管了。只要不打扰我每天数钱、追剧、吃顾延生做的饭，哪怕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子的顶着。直到某一天，我在顾延生的书房里翻到了一本名叫《影帝的黑粉小助理》的剧本初稿，大概讲的是男主对那个天天骂他的小助理一见钟情，但是发现自己生活在一本小说里，剧情注定他要爱上那个虚伪的女明星。他不服，他试图反抗剧情，结果一次次被系统修正，记忆被抹除。最后，他跟所谓的主神做了一个交易，他愿意献祭自己的一半气运，换那个小助理觉醒自我意识。于是，他的气运化做了一个所谓的恶毒系统，绑定了他。这一次他不控制他，他让他自己选，是选那虚无缥缈的100亿，还是选一无所有的他。还好他赌赢了，他虽然爱钱，但他更爱他。我合上剧本，看着窗外正在花园里给我的多肉浇水的顾延生，原来这100亿是他给我的聘礼。我手里捏着那本影帝的黑粉小助理的初稿，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顾延僧，你个老六给我滚进来！落地窗外正拿着个精致小水壶给多肉喷水的顾延生动作一顿。他转过身，隔着玻璃冲我无辜地挑了挑眉，然后迈着他那双无处安放的大长腿慢条斯理地走了进来。怎么了，顾太太？他嘴角噙着笑，视线落在我手里的剧本上，眼底闪过一丝了然，却没有半点被抓包的慌张。谁是顾太太？少套近乎！我一把将剧本拍在红木书桌上，眼眶还是红的，但气势绝不能输。好啊你，什么恶毒助理系统，什么100亿退休金，感情都是你自导自演的。你拿自己一半的气运换我觉醒，你脑子被门挤了，还是被陆明传染了圣母病啊？顾延生走到我面前，叹了口气，伸手把我拽进怀里。他身上还带着花园里的阳光和泥土的清新味道。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会像原剧情里那样背叛我，然后被我的狂热粉丝网暴致死。他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声音低沉下来。林眠，我不可能看着那种事情发生。我的心不可遏制地酸软了一块，但嘴上依旧不饶人。那你也不能拿100亿骗我啊！你知道我这几天看着空荡荡的系统面板，心里有多失落吗？我的100亿身家，我的商业帝国全碎了。谁说骗你了？顾延生轻笑一声，松开我，拉开书桌最底下的抽屉，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袋扔在桌上。打开看看。我狐疑地拆开绕线，从里面倒出一堆红本本和黑卡，还有几份厚厚的股权转让书。顾氏娱乐51%的股份，市中心的4套大平层，这栋半山别墅，还有我名下所有的流动资金。顾延生靠在书桌边缘，双臂环胸，眼神慵懒又宠溺地看着我。
虽然现金名没到100亿，但加上固定资产和公司市值，绰绰有余。我呆呆地看着上面受让人林眠的字样，吞了口唾沫。你把全部身家都给我了，那你喝西北风去啊？所以啊，顾延生微微轻身，凑到我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颈窝。林老板，我现在身无分文，是个只能靠脸吃饭的过气影帝了，以后请多关照。我看着他那张挑不出一点瑕疵的脸，咽了咽口水。靠，这小白脸的四色确实顶配。我一把将那些文件扫进怀里，警惕地看着他。给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只有200块，表现好才有肉吃。他笑得像只偷腥的狐狸。遵命，金主爸爸。1周后，顾延生正式复出，他接了一部大制作的悬疑电影《暗网》。这部戏的导演是出了名的脾气臭、要求高，但也是拿奖的保障。至于投资方嘛，不才正是区区在下，顾氏娱乐现任最大股东兼董事长林冕女士。开机仪式那天，现场挤满了媒体。毕竟顾延生从全网黑到绝地反杀，只用了不到1个月，这反转比电影还精彩，谁都想来蹭第一手流量。我穿着一身高定职业套装，戴着墨镜，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气场2米8的跟在顾延生身后。顾老师，请问您这次复出有没有什么想对之前落井下石的人说的？顾影帝，听说陆明现在面临牢狱之灾，苏瑶也因为抑郁症住院了，您会去探望他们吗？顾老师，网传您在低谷期和您的助理在快捷酒店有不雅视频流出，请问您怎么回应？一个不知死活的狗仔直接把话筒对到了顾延生脸上，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段视频虽然被打码了，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顾延生当时是被绑在床头的。这种黑历史对一个一向高冷禁欲的影帝来说，简直是致命打击。顾延生眼皮都没抬，正要开口，我直接一步上前挡在了他面前。我摘下墨镜，冷笑一声。这位记者朋友，你的麦克风差点戳到我摇钱树的脸了，你赔得起吗？狗仔愣了一下，瞬间显然认出了我就是视频里的女主，瞬间兴奋起来。林助理，请问您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这里？纠正一下，我打断他，从包里掏出投资方代表的胸牌挂在脖子上。我现在不是助理，我是暗网的最大投资人，也是顾氏娱乐的董事长。你口中的不雅视频，是我和我的未婚夫在体验生活研读剧本。怎么，犯法吗？全场哗然，我转头看向顾延生，挑了挑下巴。顾老师，你说是不是？顾延生看着我这副狐假虎威的样子，眼底满是笑意。他十分配合地往我身边靠了靠，语气温顺得像只大型犬。林董说的对，我现在的经纪约在林董手里，他让我摆什么姿势研读剧本，我就摆什么姿势。我这个人很敬业的。闪光灯疯狂闪烁，当天下午微博热搜爆了。顾延生软饭硬吃，林眠金主爸爸快捷酒店研读剧本。看着暴涨的讨论度和暗网未拍先火的热度，我躺在保姆车的沙发上，满意的拍了拍顾延生的大腿。干得不错，今天的零花钱给你涨到250。电影开拍后，一档名为《我们恋爱吧》的国民级情侣真人秀找上了门，导演差点给我跪下。林董，求求你们参加吧，现在全网都在磕你们的金主 X 交夫 CP， 只要你们肯来，出场费这个数。导演比了8根手指，800万。我撇撇嘴，正想拒绝，这点钱还不够我给顾延生买2块表。8000万！导演咬牙，一季12期，成交。我瞬间握住导演的手，满脸真诚。其实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是想向大众展示一下我们坚贞不渝的爱情。坐在旁边的顾延生无奈地扶了扶额。第一期节目的录制地点就在我们那栋半山别墅。节目组的摄像小哥早上7点就来敲门了，本以为能拍到影帝和金主在几百平米的大床上相拥而眠的唯美画面，结果门一开，所有人都傻眼了。顾延生穿着一身灰色的真丝家居服，腰上系着一个印着海绵宝宝的围裙，手里还拿着个锅铲。嘘。顾延生冲镜头比了个噤声的手势，压低声音。林董还在睡觉，他有起床气，吵醒了要扣我零花钱的。你们先进来随便坐，我去把煎蛋翻个面。弹幕瞬间炸了。卧槽，这还是那个杀伐果断、高冷禁欲的顾影帝吗？这人设崩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吧？海绵宝宝围裙，救命！他好娇俏。顾延生，在外我是影帝，在家我是被扣零花钱的长工。半个小时后，我顶着鸡窝头，穿着皱巴巴的睡衣，踏拉着拖鞋从楼上飘了下来。顾延生，我的金丝燕窝粥好了没？饿死老娘了！我一边打哈欠一边往餐厅走，完全没注意到客厅里架着的10几台摄像机。顾延生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从厨房出来，动作自然的拿毛巾给我擦了擦嘴角的口水。烫，
慢点喝，吃完去把脸洗了，节目组来了。我动作一顿，机械地转过头，对上了十几双震惊的眼睛和闪烁的红灯，空气死一般的寂静。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副邋遢样，又看了看顾延生那张360度无死角的帅脸。顾延生！我抓狂地捂住脸。你为什么不提前叫醒我啊？我霸道女总裁的人设全毁了。顾延生轻笑出声，伸手揉了揉我的鸡窝头。没关系，在观众眼里，你一直都是那个为了80块钱购物卡能把我按在地上摩擦的林眠。弹幕区已经笑疯了。哈哈，神他霸道女总裁，这明明是包租婆和小娇妇。林眠，我的100亿身家毁于一旦。纯路人，这节目我不磕糖了，我就来看喜剧片。我们恋爱吧第1期播出后，我和顾延生这种女土匪与田螺姑娘的反差萌组合，直接屠榜了各大平台的热搜。节目组为了搞事情，在第2期直接祭出了杀手锏——穷游约会大作战。规则很简单，没收所有银行卡和手机，每对情侣只发100块钱现金，要求在市中心完成1整天的浪漫约会，包括吃饭和娱乐项目。听到这个规则，其他几对明星情侣都发出了哀嚎。100块在市中心买2杯星巴克就没了吧？导演，你这是让我们去要饭啊！唯独我眼睛瞬间亮得像探照灯，一把握住那张皱巴巴的100元大钞，感动得热泪盈眶。导演，你真是个大好人！100块啊，这可是顾延生小半个月的零花钱了。今天我们要过奢侈的生活。我激动地对着镜头喊：小半个月的零花钱，顾影帝实惨！林董，你清醒一点，你现在身价上百亿啊，不要为了100块钱折腰啊！顾延生那无奈又宠溺的眼神，我真的会笑死。他大概在想，自己选的老婆跪着也要宠啊。拿了巨款，我拉着顾延生直奔市中心的批发市场。看好了，顾老师，今天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花钱的艺术。我用10块钱买了2根淀粉肠，5块钱买了2个现烤的红薯，然后拉着顾延生去了一个免费的街心公园。就在我啃着红薯，感叹生活如此美好的时候，旁边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一个商场在搞开业促销的挑战赛，情侣默契大考验，1等奖是价值2000元的双人豪华自助餐券。我眼睛一瞪，嘴里的红薯都不香了。顾延生，拿下那张饭票，今晚我就不用吃泡面了。顾延生慢条斯理地咽下最后一口淀粉肠，抽出一张纸巾，优雅地擦了擦嘴。他凑近我，压低声音：赢了这顿大餐，我下个月的零花钱涨到300，怎么样？成交！我咬牙切齿，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完全是我们2个的个人秀。第1关，听前奏猜歌名。作为一个曾经死磕他所有黑料的黑粉头子，他哪年哪月在哪场演唱会上破了音，我都一清二楚，更别说这些烂大街的口水歌了。第2关，你画我猜，题目绿茶婊。顾延生站在台上，看着这个词，沉默了2秒，然后他居然模仿起了苏瑶当年在红毯上假摔的经典动作，还附带一个楚楚可怜的眼神。我秒懂，苏瑶不对，绿茶婊！全场爆笑，弹幕疯狂刷屏。我操！顾延生，你这模仿绝了！苏瑶看了要气得从精神病院跳出来吧！官方吐槽最为致命，哈哈哈哈！这2人要是没谈个800年恋爱，绝对没有这种默契。毫无悬念，我们拿下了第1名。晚上，当其他情侣还在为了买一个路边摊的煎饼果子讨价还价时，我和顾延生已经坐在了旋转餐厅里，吃着战斧牛排，俯瞰着整座城市的夜景。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看着手里还剩下的85块钱，豪气干云地拍在桌子上。顾老师今天表现不错，这85块赏你了。顾延生看着那几张零钞，轻笑出声，将钱仔细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谢谢老婆大人赏赐。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年底，暗网如期上映，票房口碑双丰收。顾延生在电影里饰演的那个外表温文尔雅，内心病态疯狂的高智商反派，直接封神，横扫了当年的所有电影奖项。颁奖典礼那天，我作为最大投资人兼家属，穿着一身高定礼服，坐在第1排最显眼的位置。在此之前，我在后台刷手机，看到了一条社会新闻推送：前顶流男星陆某因涉嫌洗钱、偷漏税等数罪并罚，1审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其妻苏某因债务问题及精神状况不佳，目前已被强制送往疗养院。我随意地划了过去，原著里的男女主终于在他们自己做天做地的折腾下，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大结局。而我这个原本注定要被网暴致死的恶毒女配，现在却稳坐在名利场的巅峰。命运这种东西还真是奇妙。获得本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是顾延生，暗网。随着颁奖嘉宾的宣布，全场掌声雷动。顾延生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高定西装，在一束追光中站起身，
他没有急着上台，而是转身，在全网直播的镜头下，弯腰给了我一个深切的拥抱。他在我耳边轻声说：“等我。”我推了他一把，笑骂道：“赶紧上去领奖，别在这儿蹭我热度。”顾延生笑着走上领奖台，从老前辈手里接过那座沉甸甸的奖杯。他站在麦克风前，身姿挺拔，眼神深邃地扫过全场，最后稳稳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谢谢组委会，谢谢导演和剧组的所有人。他举起奖杯，声音低沉悦耳。不过今天，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投资人。全场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顾延生的眼神变得无比温柔。在我最落魄、最一无所有，甚至全网都在等我笑话的时候，是他拿着80块钱的超市购物卡，发誓要养我一辈子。他是个很抠门的人，为了几块钱跟菜市场大妈砍半天价，但他却愿意为了治我的腿，去接那种被所有人唾骂的任务。大家都说我是王者归来，顾延生顿了顿，眼眶微微泛红，嘴角却挂着笑。但其实我只是他手里的一张长期饭票。林眠，谢谢你。他在万众瞩目下喊我的名字，没有在那个雨夜抛弃我。我坐在台下，死死咬着嘴唇，眼泪却还是不争气的掉了下来。靠，这狗男人干嘛突然走煽情路线？我刚补好的妆都要花了。颁奖典礼结束后，顾延生推掉了所有的庆功宴，拉着我直接回了半山别墅。一进门，我就迫不及待地踢掉高跟鞋，瘫在沙发上。累死老娘了，应酬比收走还累。顾延生，快去给我弄点夜宵，我要吃你煮的西红柿鸡蛋面。没有回应，我疑惑地转头，却看到顾延生一直站在玄关处，静静地看着我。他手里还拿着那座金光闪闪的影帝奖杯。发什么愣啊？得了个奖傻了？我爬起来想去摸他的额头，顾延生却突然单膝跪在了我面前。我吓了一跳，往沙发里缩了缩。你干嘛？提前拜年？压岁钱我还没准备好啊。顾延生无奈地叹了口气，把手里的奖杯放在茶几上，然后像变戏法似的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有些粗糙的红色丝绒盒子。打开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钻戒，钻石不大，款式也很简单，一看就不是什么大牌子。林眠，顾延生仰起头看着我，那双总是深不可测的眼睛里，此刻满是紧张和赤诚。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连工资卡都没留。这枚戒指是我用这大半年攒下来的零花钱买的。我愣住了，一天250的零花钱，偶尔靠出卖色相，比如在节目里帮我赢免单，换来一点提成，大半年1万多块钱。在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的娱乐圈，这枚戒指寒酸的可怜。我知道它不够大，也不够亮。顾延生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微微发颤。但是林董，我想用我最后的一点私房钱，买下你未来的每一天。你愿意嫁给我这个穷光蛋吗？我看着那枚戒指，眼泪终于决堤了。这大半年，他每次出去买菜都精打细算，我以为他是习惯了被我克扣，原来他是在偷偷攒钱给我买戒指。我哭着扑进他怀里，又哭又笑地捶他的肩膀。顾延生，你个大傻子，你不会早点告诉我吗？你要是告诉我你想买戒指，我早把你的零花钱涨到500了。顾延生被我扑得往后倒去，他紧紧地接住我，发出一声释然的轻笑。那现在涨也来得及，戴上了就不能反悔了。反悔个屁！我看着手上的戒指，破涕为笑，狠狠地在他嘴唇上亲了一口。以后姐养你一辈子。在这个充满算计和利益的资本世界里，我拿着100亿身家套牢了世界上最贵的男人，而他用大半年抠抠搜搜攒下的1万多块钱套牢了我的心。既然求了婚，接下来自然是办婚礼。作为一个身价100亿的女总裁，外界对我的世纪婚礼可谓是翘首以盼，各大媒体连通稿都提前写好了，就等着看我怎么用钱砸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奢华盛典。然而，当顶级婚庆公司把厚厚一沓预算报价单递到我手里时，我看着上面那一长串的零，倒吸了一口冷气。空运99999朵保加利亚玫瑰，800万！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痛心疾首。这玫瑰是金子打的，还是吃了能长生不苏？有这钱，我能在市中心再买套大平层收租了。婚庆策划师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林董，这都是顶级标个屁的配！我大手一挥，换成塑料花，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那种，9块9包邮，还能循环利用。婚礼办完，我还能挂闲鱼上回点血。坐在旁边看剧本的顾延生没忍住轻笑出声。你还笑？我瞪了他一眼。你个吃软饭的懂什么叫请世家吗？
这婚我不结了，领个证，去民政局门口吃顿沙县小山庆祝一下得了。别啊，老婆。顾延生放下剧本，慢条斯理地走到我身后，熟练地替我捏着肩膀。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沙县小新实在有点委屈你了，加个鸡腿行吗？滚！顾延生叹了口气，从策划师手里抽出那份报价单扔进垃圾桶，然后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了一份 PPT 递到我面前。看看这个。我狐疑地凑过去。什么东西？林董与顾影帝婚礼全链路商业企划书？顾延生微微一笑，深藏功与名。我知道老婆心疼钱，所以我以新晋金像奖影帝和顾氏娱乐老板娘的噱头，去拉了几个赞助。我点开 PPT， 眼睛越睁越大。婚纱，某顶奢高定品牌全球烧发，免费穿，不仅不收钱，还会给我们500万的代言费。场地，某6星级海岛度假村全包，条件是婚礼要在他们那里全程直播带货。至于玫瑰花，某知名鲜花电商平台全包了，顺便还要在我们的伴手礼里塞上他们的优惠券。顾延生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最后停在结算页面。综上所述，净赚2300万。我呆滞了足足10秒钟，然后我猛地跳起来，一把捧住顾延生那张价值连城的脸，吧唧就是一口。顾延生，你真他娘的是个商业奇才，这软饭让你吃的简直惊天地泣鬼神。那老婆，这次拉赞助的提成能不能把我下个月的零花钱涨到500？准了，我豪气干云。看在你这么会赚钱的份上，婚礼当天的份子钱我分你1%。谢谢林董。半年后，我们的白嫖世纪婚礼在热带海岛如期举行，全网同步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直接把服务器干瘫痪了3次。观众们本以为会看到一场极尽奢华、唯美浪漫的童话婚礼，结果一开场画风就劈了个大叉。婚礼现场的迎宾签名墙不是我们俩的唯美婚纱照，而是一整面密密麻麻的我的微博黑历史截图。顾延生那演技就是个木头桩子，除了脸一无是处。顾延生要是能拿影帝，我林棉倒立洗头。这种空有皮囊的胡咖，迟早得去天桥底下贴膜。宾客们端着香槟站在签名墙前，憋笑憋得直抽抽，弹幕区更是直接沸腾。啊，神他签名墙，这是公开处刑啊！林棉，我花钱办婚礼，不是为了让你们来看我笑话的。顾影帝太记仇了吧？这是老婆的黑料，直接做成展览了。我穿着那套赞助商送的价值连城的镶钻高定婚纱，咬牙切齿地挽着顾延生的手臂走上红毯。顾延生，你故意的是吧？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威胁。那面墙你花了多少钱打印的？从你下个月零花钱里扣。顾延生穿着一身白色燕尾服，帅得简直发光。他微笑着向镜头挥手，从容不迫地低语：赞助商免费印的，没花钱。算你狠。到了交换誓词环节，按照流程应该互相深情告白，说点无论贫穷富贵之类的场面话。顾延生接过麦克风，看着我，眼神里是化不开的温柔。林棉，别人都说你是我最大的黑粉，其实他们不知道，你才是我最大的金主。顾延生轻笑了一声：你陪我走过了最暗的低谷，用80块钱的购物卡养活我。现在我重新站回了巅峰，我向你保证，以后我赚的每一分钱，接的每一个通告，甚至我这张脸，都只属于你。他在全场安静的注视下举起右手：我顾延生自愿签署终身卖身契，只要林棉管饭，绝不违约。台下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起哄声，我吸了吸鼻子，把眼底的泪意逼回去。接过麦克风，我清了清嗓子，拿出了霸道女总裁的款儿。顾延生同志，你的觉悟很高，我很满意。虽然你现在很贵，但我林棉投资向来目光如炬。我看着他，眼角眉梢都是笑意。今天既然你签了这死契，以后要是敢有半，我就停了你1天500块的零花钱，把你打入冷宫。全场爆笑。顾延生笑着低头，将那枚用他私房钱买的素圈钻戒稳稳地套进了我的无名指，然后低头吻住了我。海风吹拂，花瓣飘落，弹幕满屏的百年好合，金主和交夫锁死。我闭上眼睛回应他，心里想的却是：完蛋，刚才接吻那个镜头，口红赞助商会不会要求加钱啊？婚后的日子，我彻底过上了混吃等死、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堕落生活。
顾延生依然在娱乐圈发光发热，但他接戏的标准变得极其诡异。凡是离家超过1个月的不接，凡是有亲密戏份的不接，凡是片酬不能直接打进林园账户的坚决不接。圈里人都戏称他不是在演戏，是在给林董打工还债。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瘫在别墅花园的躺椅上，吃着顾延生刚煲好的冰镇荔枝，突发奇想。我坐直身体，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极其机械、冰冷的声音说道：丁，恶毒老婆系统已上线，当前触发日常任务，给金主爸爸捏腿30分钟，并真诚地夸赞他10分钟不重样。任务奖励：今晚允许你在床上睡觉。正拿着小水壶给多肉浇水的顾延生动作一顿，他转过头，金丝边眼镜后的眼眸微微眯起，眼底闪过一丝危险的笑意。他放下水壶，慢条斯理地解开衬衫的袖扣，一步步朝我走来。哦，恶毒老婆系统，如果我拒绝执行任务，有什么惩罚？我看着他那副斯文败类的样子，没出息地咽了口唾沫，强撑着气场。拒绝任务，那就扣除零花钱，罚睡书房1个星期。顾延生走到躺椅边，单手撑在我脸侧的扶手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林董，这任务奖励太没有吸引力了，不如我们换一种玩法。换什么？顾延生俯下身，将我连人带毯子一把抱了起来，直接往2楼的卧室走去。顾延生，你个老六，那包是你用自己零花钱买还是走公司公账啊？闭嘴，专心点。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我当年那个身败名裂、人人喊打的顾延生凭什么能重新站回世界之巅时，我总是会低头看看无名指上那枚并不昂贵的素圈钻戒，然后笑着回答：可能因为他运气好，遇到了一个财迷心窍却又舍不得他受一点委屈的黑粉吧。而那个在厨房里系着海绵宝宝围裙煮汤的影帝，总会在这时探出头来，温柔地补充一句：不，是因为我用了1半的契约换来了一个无价之宝。